好啊，各位这个 AI 和区块链领域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今晚的这个技术 workshop。那在这个 Cat 上呢，构建一个 AI agent 啊，首个打造这个 AI 打造的一个 L1的区块链啊。我是今晚主持人 Tracy。那在这个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飞速发展今天啊，我们还是邀请到了这个 Cat AI 的 CTO 啊 Scott 老师。那老师呢将为我们揭开这个全球首个专为 AI 设计的 L1 的这个区块链的神秘面纱。那咱们这个流程啊，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大家有疑问啊，大家可以随时在这个聊天框啊留言，然后在这个 Q&A 环节呢会统一进行解答。然后直播结束之后呢，咱们这个链接会分享到群里啊，大家也可以回看。然后，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老师呢，Scott，老师呢是现任啊这个 KDA 的 CTO，然后曾经呢就职于这个 Uber 啊，还有这个 Scale AI 等知名的科技公司，也是 Salesforce Einstein 的这个创始工程师之一。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计算机博士学位，同时呢，也是这个 Stanford StarX 的成员。那老师在 AI 和区块链领域都有很深厚的一个造诣啊。那咱们就跟随老师一起啊，咱们探索这个专为 AI 设计一个革命性区块链平台。那咱们就有请 Scott 老师啊，老师您可以这个分享屏幕了。我是 Scott，然后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和 Cat AI 好了。我之前是在我其实浙大的本科，我是07年去的浙大，然后后来的话在浙大毕业了以后就到美国了，大概反正就是09年的时候到美国这边，然后在之前在 UIUC 读的研究生，然后后来的话是在这个 Salesforce 做了大概4、5年，是 Salesforce Einstein AI Cloud 最早的一个成员之一。后来的话，在 Uber 也是做了大概4、5年，也是 Uber 这个 team grow 了近200-300人。然后嗯，我之前的话，其实在自己创这个公司之前，Cat AI 之前，我创了一个 Streaming DB 公司叫 Rising Wave。可能有些 developer 的话，可能知道那个公司。我当时是和co-founder 之一，然后所以我一直是在 build foundational data and AI infra 的。我其实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专门讲 builder startup distribute system 的，反正大概有1万的 follower。嗯，然后但是我其实内容大概4年没更新了。我上一次还是跟伊利亚做了一个直播访谈。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讲了很多关于 distribute system 的东西。这是我的背景。然后我们看的 AI 的话，其实一直是 focus on 一个 AI blockchain。我们有 AI 上面的人才，也有 blockchain 方面的人才。AI 方面的话，就是张弛和 Yusuke 是他之前的话是在到 Data，就是最早的员工和 co-founder。然后张弛的话之前是 Berkeley 的一个 AI PhD。然后 blockchain 的话，Lei 和 Vic 之前是 Near Foundation 的 Head of BD 和 Head of Ecosystem，所以他是就是从 Near 加入我们来 lead 这个 BD 和 Ecosystem 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一个 blockchain for AI。然后我们其实不是，其实大家看到可能是我们是最近是就是可能最近才听到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3年多了。我们一直是 build foundational AI infra 和 data infra 的。所以从2022年我们就开始 build foundational data infra。然后我也拿到了几十个 million 的投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就投资的话也来自 Avalanche，General Catalyst、PayPal、Hashkey、Hashed 和Samsung、Dispersion 等等的。我们其实就是之前做 data infra 的时候，就我们的付费用户有很多，比如说 Story、EigenLayer、Sway，然后 Polygon，然后再早的时候还有 OpenSea，这个 OpenZeppelin 这些AWS 这些。其实我们之前的话做 data infra 是做了有一段时间的。是说就是我们之前的话也一直是 focus on 这一块的。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就是说更多 focus 的是一个developer 这块儿，就相当于是用 blockchain focus on AI agent developer。我今天给大家 show 一下一些 example，就是能在 Cat AI 上 build 什么，以及现在 AI agent 能做到什么。我比较好奇，大家能举一下手是，比如说如果是 AI build agent 的话大家能举一下手吗？就是如果是 AI agent builder 的话，可以举一下手吗？我想看一下，就是有多少是 Web3 developer，有多少是这个 AI developer。
如果你是 AI agent developer 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吗？OK，然后如果是 Web3 的 developer 的话，可以举一下手吗？就是 crypto developer。OK，对，我还是看到一些，就是有看到有几个举手的是吧？就看到有一些人是既是 crypto developer 也是 AI developer，可能还 crypto developer 更多一点哈。好的，感谢。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总体来说，我们现在 build 的一个产品其实是不完全 focus on crypto AI developer，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小的圈子。我们其实 focus 上是纯 AI developer。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觉得 AI agent 有很多就是巨大的变革，我们有时候就要把这个叫做 AI super cycle，这个变革会越来越大，比之前的任何一个互联网变革都大，比如说1995年的1993年到2000年的互联网变革，或者是比这个 mobile 变革都要大，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AI super cycle，这个的话其实是整个会变到我们会改变我们所有之前使用互联网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在没有互联网之前，都是实体经济，就是比如说是一个 small business 啊，实体的经济但是有互联网以后，大家都开始有自己的网站，然后交易都开始在线上交易。然后第二个 cycle 的话，可能是这个 mobile cycle，这个其实是把这个更多的把互联网，然后带到所有的人这个人的这个手机上了，让更多的人可以访问到互联网。但是 AI agent 的这个可能把之前所有的这个全部革命掉，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用户只需要授权就可以了，用户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用户只要授权就可以了，而实际上做所有东西都是 AI agent 来做的。那如果是 AI agent 来做所有东西的话，你会有大量的问题。我的 AI agent 我怎么样让它有，我怎么样授权我的 AI agent 做这些东西？我这个 AI agent 怎么样有自主性来做这个东西？我的 AI agent 怎么样去和其他 agent 去相互交互？然后我的 AI agent 怎么样去 discover 其他的，就是怎么样去发现其他的 agent。嗯，所以说我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的话，如果我们对比到互联网时代，可能就是互联网时代1993年，现在就是1993年的时候，在存在的网站可能不到100个，现在的话可能存在的这个在线的能用的 agent 可能也就是100多个，但是接下来每年都会10倍、100倍的速度来增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机会。然后那 AI agent 增长的话，实际上他们现在是缺乏很多很多东西的，也就是说，AI agent 它既不能 operate，它不能自己的去操作一些东西，比如说，它不能自主的去花钱。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不想让 agent 直接有一个钱包去花钱，因为你直接给 agent 一个钱包去花钱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幻觉，然后比如说乱花钱。所以我们现在构想，包括我可能接下来授的一个 MVP，就是一个 POC，就是说，AI 来决定它要干啥，然后 agent 就是这个 smart contract 来决定它这个钱怎么花，能不能花，这种就是 AI agent 来决定干啥，那 smart contract 决定这个钱怎么花。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 AI agent 的话，如果是 AI agent 时代，就是基本上 agent 会取代人做大部分事情。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需要提供大量的 service 给这些 agent 来使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说需要大量的 agent server，就可能给大量的 agent server，让 agent 就是 agent service，然后给他提供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 monetize 他的 service。我们实际上需要大量的 agent builder，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 build 一个 agent service 或者 service for agent 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然后在我们平台上 build agent service。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说，AI agent 很重要一点就是它要追责。那比如说 agent 发现 hallucination，你要 figure out 的是说是哪一块出问题了，它要非常 detailed 的这个 attribution 就相当于是出问题了以后，你能追到是哪一步出问题了，这一步的责任在哪里？如果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跟那个 Uber 的 Head of AI 聊，因为之前 Uber Head of AI 其实是我的 product counterpart，是我的 product 同事。我们在聊，然后他们其实对这块就很感兴趣，他们 Uber 想 build 一个自己的 AI agent，那他们怎么样能保证这个 Uber 的 AI agent 出问题了以后，那他 Uber 不负对应的责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 agent 现在最好的 agent 这个 success rate 大概就是个80%多一点，到90%就很难，所以他一定会出责任。那怎么样保证 AI agent 出责任以后，责任
不在对应的，就是我能验证出来说我能 verify 我的责任不在这个出 AI agent 方。你这样的话，那如果你使用 AI agent，你出了一些责任，你可以就是你没办法去责怪这个 AI agent 方，这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 Cat AI 呢，就是提供了一个 trust framework，是在整个 AI chain 上 value chain 上提供了这么一个 framework。那它有自己 agent 有自己的 ID，然后它有自己的 attribution，有自己的 verification 和 payment。嗯，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打断我。然后，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平台，让 AI agent 来 AI agent 和所有提供 service 的地方进行一些 interact。然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给 agent 提供了一个 ID，或者我们叫它agent passport，就是给 agent passport。那 agent passport 呢，就可以就是找见哪些 service 是提供给 agent，哪些 service 是提供给 agent，然后哪些 service 提供 agent，然后这些 service 提供的是啥，他们之间的 agreement 是啥？你比如说，如果 order 一个 Uber 的话，如果 order 一个 Uber 的话，那可能说，哎，这个 order 的这个accuracy，是不是对的？这个 order 的 completion 是不是 complete 了？如果他没有完成我对应的 order 的 deliver 的话，那我可能要对应他进行 dispute，然后他可能要赔付我对应的钱。这是对于 Uber order 的这块这个判断。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要 rental 一个 GPU，我要 rental 一个 GPU，那可能我 rental GPU 的时候，我是打算每分钟给他每小时给他2块钱，但是如果这个小时它整个 down 掉了，它这个整个这个 GPU down 掉了，那他可能还要赔付我对应的钱。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 deliver 我对应的 service，然后这个钱的话，我也不是直接付给他，说我1小时付一钱，我不是直接付给他，我先放到一个 contract 里面，然后直到你能验证你满足了这个 service，我再付给你，甚至可能还有比如说1个月以上的追溯期，就像正常两个 agent 相互，就像正常两个人之间相互交互一样，是吧？我把车送到你那块去修车了，你帮我把车修好，但是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问题，我有1个月的追溯期，是吧？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只不过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 agreement 放到一个 contract 里面去执行。好，我觉得可能这样直接讲比较无聊，我来直接跑一段 code。嗯，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上面这个直接跑一段 code，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一个 service，我一个 personal agent，我自己其实花了一点时间 build 了一个自己的 personal agent 叫 Jarvis，然后呢，嗯，我用我的 personal agent，然后和 Uber 这块做一个 interaction，然后这块所有东西都是本地跑的，所以说，所以说我可以修改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旧金山，我说 order me a Uber to fire building. I have a budget for $20. Pay use PayPal USD. Alter OK，我觉得差不多了。哦，我现在我那个什么，我为了更直观一点，我现在用了一个 headerless 的一个 browser，我为了更直观一点，我把那个 browser 调上来，我把 browser 调上来。再看看。不好意思，我看一下 browser。OK，我把 headless 调上来，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直观的看一下发生了啥。好，我看到大家有一个问题，说我这个怎么看问题呢？
哦，我还是一个 highly C browser，为什么就没调起来？不好意思，weird。OK，好，我就是说它其实是起到一个 browser use，但是我不知道，我可能在哪些早些时候把这个 code 改了一下，然后没想到 Helix 在哪里。哦，在这里，apologize，有些如果没有一个 browser，大家会看得非常 confusing。我重新再一下，好，我们再换一个。好，这个其实是一个 local agent 和一个我一个 personal agent 和一个 remote 一个 browser 的一个结果，就是 remote service 一个结果。好，现在的话就看起来就更直观了，就大家就能看到说它每一步都发生了啥，然后这个 agent 在想啥。否则的话就是之前还是太 confusing，就是完全不知道在发生啥。我现在需要一个手动的 login，然后所以说我需要手动的 prove 它。啊，他刚才没有来得及，那我再重新再 login 一下。Oops，哦，好，终于 login 了。这是 demo 中的麻烦点。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我自己 run 太多了，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开 browser 了，所以不好意思啊，就是实时 debug 了一下。就之前我自己 run 太多的话，我基本都不开 browser 了。你可以认为它都是后台执行的了。现在好，现在的话，实际上我现在跑了一个什么呢？我现在跑的是一个 personal 一个 local 的一个 service，local 我自己的一个 agent。然后我自己的 agent 和我一个 Uber agent、Service agent 进行 interaction，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相当于是整个这个 payment 是在 blockchain 上执行，然后它有一个 service level agreement，就是这个 Uber 的 Service agent 给我提供对应的这个 service，然后呢，我对应的可以 charge 它，然后就是 charge 我 personal agent，然后同时我这块的话是用这个 PayPal 的这个 payment 进行这个 breakdown 的，比如说 PayPal 这块说是PayPal 说是比如说他这样打车过去的话，他会说多少 cents 是吧？它会对应的 breakdown，然后这样，然后因为我整个东西是100% local 跑的，大家可以可能刚才也看到了，我这是 debug 100% local 跑的，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细节呢，它整个这个 thought process 是非常非常 clear 的，就是我可以每一步看到他在想什么，然后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块细节非常有趣的是说，他每一步在想什么是非常清晰的。然后然后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 order 的这个 success rate 是非常非常高的，基本上 Uber order 是100%的 success rate，因为这个其实相当于 service agent build 了一个这个，然后实际上另一点的话，比如说我有时候其实，比如说所有早餐，我都是用我的这个 agent 来帮我 build 了，帮我 order 了，我实际上很少自己 order 早餐了，比如说这个对。比如说我可以试一下让他帮我 order 一些早餐，他也能帮我完全搞定。就是说，哦，我用这个证明什么呢？首先就是 agent 要 smart enough，就是说，我觉得之后所有99%的东西可能都是 agent 来帮你来做了。然后第二点，这个其实 build 起来非常简单，我自己的话大概花了2天时间，就整个这个
Uber Service Agent 加我 Personal Agent，我一共大概花了4天时间 build 出来的。我花了2天时间 build 一个 Uber Agent，然后花了2天时间 build Service Agent，然后的话是把我们的这个 Kite AI 的平台 platform 集成上去。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很快的做一些 integration，然后让这些 agent 真正的在我们上面 build 了。这是整个这个效果吧，就是整个这个实践效果是非常快的。然后所以我 pause 一下，我看一下大家好像有些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看问题。您点击那个下方有一个倒数第4个，应该是聊天儿，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就是当您的鼠标往这个屏幕下方移动的时候，应该会弹出屏幕下方移动的时候，啊。您这里没有自动弹出吗？就是聊天框。哦，就是主持人，您建议帮我问一下问题吗？我没有早见，不好意思。好好好，没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是目前啊，对，现在有第一个疑问啊，是这个如何确保 AI agent 的实际功能与注册描述是一致的？是需要人工审核吗？哦，好问题，好问题。我们现在其实，首先我们不想做一个人工审核的平台，我们现在其实做的一个平台是注册所有 service agent 的 provider，然后 service agent 的话，它可以描述它的 agent 提供的功能，然后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在 build 一块儿，但是之后的话，所有的 service agent 它都有个 trust score，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是您可以这样想。Service Agent 就是一个小手工提供方或者一个小网站提供方。现在的话，整个 website 或者整个 agent 有点像1993年嘛，我就经常说现在就是互联网时代的1993年。整个互联网时代可能超过那会儿有网站数量就是大概不到200家，现在整个有 agent 就不到200家。你现在的 你现在的这个 reputation score 基本为零，大家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你提供 agent 的时候，你会提供一下自己的这个 description。你比如说 GPU 的话，就是我提供你 A100 GPU，然后我的 GPU 要保证就是 availability 是多少，然后保证 GPU quality 是多少。如果它当掉以后，我要赔付对应的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那如果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会提供给所有的 agent 提供这个 service，然后你 interact 最多，别人 client agent 用的你越多，他会付你更多的钱，然后你会有更多就是成熟的，就是更多完成的这个 transaction。然后这样的话，对应的你的这个 service agent 就是 reputation score 会更高，就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agent 评分系统，并且我觉得用 agent 来做评分有个好处是，基本上所有的 agent 都会自动评分，我们可以要求 agent 评分，agent 可以自动评分，那这样的话会积累更多的这个 reputation score，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OK，然后还有同学，其实这个同学互相同学们都聊起来了。第一个同学问这个是 MCP 吗？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说不是 MCP，说是用这个 browser use 来操作浏览器。对，好问题。我们实际上这块儿是做了几层，就是说这个当然 MCP 什么大家都是可以用来自己 build 的。我们这面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就是说这个所有都是 local 跑的，所以我们这块儿的话，实际上是在上面，大家说的很好，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 personal agent 的话，integrate 了一些 tool，然后我这个其实没有 build 成 MCP 的 standard，但是我觉得 MCP standard 的话就可以 integrate。我们实际上 build 的一个 tool 就是 integrate with browser use tool，整个 Kite AI Wallet 和 Kite AI 的这个 ecosystem 有个 Google Search 的 tool，一个 Results Fetcher tool，然后这个 Results Fetcher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做一下 demo，是 X402的这个 payment，就是最近 Coinbase 在推一个 X402的这个 payment 这个 protocol，然后您可以认为我们用了一些类似于 MCP 的 standard，但你不需要用 MCP。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用了一些 Google 的 A2A standard，但是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你需要很重要的点是这个就是你真的让 agent 来带你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 MCP standard 还是 Google A2A standard，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 HTTP standard，它是个虚拟的 standard，你只要满足需求就好了，你可以严格的满足它的需求，但是你也可以自己 DIY，你也没必要说就是按它的 standard 来做。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完全用到 MCP standard，但是
我可以到时候可以 refactor 一下。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这个 Kite，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是 Kite AI 提供了一个 platform，让它来付这个钱。我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大家付费的话，可能是用WeChat 微信付费比较多，是吧？海外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是用信用卡的话，就常见的是用信用卡和这个最常见其实是信用卡。信用卡的话是收3%的手续费，或者是35 cents，就是你有一个 transaction 要收35 cents。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对 agent 是不适用的。因为 agent 的 transaction 可能是在非常非常细小的 level，它可能是每一个可能有大量的每笔收费，就是比如说这块有50 cents，那块50 cents，然后我这个钱可能 transaction 就付10个 cents，结果我要付30个 cents 的手续费，我觉得就不合理。就这个其实现在没有一套 infra 是整个是为了 AI agent 来 build 的了，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老师，这还有一个同学有新的疑问，就是我再看一下这个同学的疑问啊，这个同学问这个代码是开源的吗？另外这个 GPU rent 这个可以打开讲一下吗？哦，好问题。嗯，对这个代码是开源的，我们稍后会开源，因为我们还在 build 这些嗯一些细节。然后 GPU rent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是跟 Model 做了一个简单的 integration，因为就是 Model 是一个按秒来进行 rental 的一个 GPU，这个的话其实是这个其实是也是另一件事儿，我觉得就是整个 AI agent 是势不可挡，因为我个人的一个我个人的家庭医生。在美国这边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我可能到每3个月、6个月去看他一下，然后就是他看我一下，然后说帮我看一下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美国家庭医生。我个人的家庭医生，上个月的时候找我说他想 run 一个 DeepSeek model，然后帮他做很多事情，他就说他要想 run 一个 DeepSeek model，帮他 run 一些就是比如说回复病患啊，然后去看一下这些细节。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就我觉得当时就非常感慨，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医生是吧，没有任何计算机背景，然后跟我说他要 run DeepSeek，然后他为要保证 privacy，他自己还做了一些 research，要 run DeepSeek 32B 的一个 model，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找了一个 GPU service provider，找了一个 GPU service provider，然后就是 integrate 上去。那这样的话，在 Cat AI 可以变成一个平台，让他去租用这个 GPU。我看到还有人就是非常 confused Cat AI 提供啥？Sorry，not this one。对，我觉得我们尝试 visualize 它，就是 visualize 它，就是 Cat AI 就提供了一个 App Store for AI agent 的感觉。它就是我们其实提供的，我尽量的是说，我们提供的是个 infra 给这个 AI agent。但是如果你想视觉它 visualize 它，我觉得就是我画了一个我画了一张图，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website，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App Store for AI agent。或者是经常 Layer One 大家说，哎，这个是 ecosystem for AI agent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比如说我是一个 AI builder 或 personal agent builder，我就可以来到这里看到说，我就可以来到这里看到说，OK，我的 personal agent，比如说我刚才那个 Uber agent，我的 personal agent 可以跟这个 Uber agent 就是来 interact，然后我能看到这个每一笔费是多少钱，是比如说50 cents 还是多少钱，然后我能看到。我的 agent 和这个比如说我 personal agent 跟这个 Uber agent 进行 interaction 的时候，它的 contract 是长啥样的？然后比如说GPU 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GPU service 和其他任何的 service 没有本质区别就是你比如说我要 rental 一个 GPU 的话，那就是说我 personal agent 或者我个人可以直接去这个 GPU agent service 来 rental 这个 GPU，然后那它实际上就它付钱的时候可能是按每分钟来付钱。但是如果它 availability drop 的话，我可能把对应的钱 slash 掉。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就是我可以对应的 verify 是吧？我可以对应的 verify 这个 GPU 有没有满足需求，然后甚至它出问题的话，我的 agent 可以自动去 dispute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 Uber agent 出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地址错了，order 错了，迟了，或者是食物质量有问题，那我可以对应的去 dispute 它。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Cat AI 提供的其实是一个 infrastructure for AI agent，然后这样的话，AI agent 可以有一个 AI agent service，就是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
service 的一个 ecosystem，然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也提供，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实际上也提供大量的 user，如果我们看的话，这个数据有点过时了，但是我们实际上差不多有7个 million 的 user 和1.2个 billion 的 agent call，所以说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很快的这周会 roll out 这个新的版本，这个，所以说你比如说你是 agent builder 的话，你会直接 integrate 到这个里面，然后这个 request 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就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给 community 的一个版本，我们这周会应该下周会 roll out，是 community 的一个版本。那这样的话，你是一个 AI user，你可以看到 list of agent available，然后你可以去使用它，你可以直接使用它。然后你比如说我想知道我 cryptocurrency 啊 trending now，那我就直接使用它。我使用了以后呢，我会把对应的这个 transaction 记录到链上。这个 transaction 记录链上就相当于是一个 human to agent 的一个 interaction 记录到链上，然后对应的有这个 payment 这个就是刚才我把这个 transaction 记录到链上，然后如果我们看这个细节的话，如果我们看这个 log 的话，细节的话，就是我刚才的 interaction 就是其中的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作为一个 user 对于这个 agent service 进行了一个 pay，可能 pay 了很多，其中很小的一笔钱，然后它 input token 是多少，output token 是多少，然后对应的这个 receive 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好是就是我刚才 interact 这一下的这个 pay，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大量的这个 agent service builder，如果你是要 build service agent，你可以 build 一个 service agent，然后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build。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双方效应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就是我这边说就已经有了大概7个 million 的 user 有很多这个在平台上的 retail user，然后 consumer，然后它大概1.2个 billion 的 agent call，大概平均每天大概是个22个 million 的一个 agent call，就每秒大概300的 agent call，所以我们可以其实给你带来一些 traffic，然后另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也 onboard 大量的 agent builder，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个左面就是我们平台的左面就是 user，就是一个 consumer user 消费者或者是一个 personal agent，右边就是大家做的就是 build 过来 build agent 的人，在我们平台上 build agent，不知道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大家的问题。好，这个大家还有对很多其他的问题啊，有3位同学就是聊起来了，我先呃把一位同学的这个问题都念一下啊。这位同学呢说，这个看上去啊是进行了一个意图识别，然后基于识别到的意图呢进行调用对应的 AI agent 的服务，是这么实现的吗？然后说，然后后来这位同学又补充啊，说这个听上去感觉是啊，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注册一个 AI agent 的服务，然后平台根据需求进行一个撮合。对，老师您看他这个，您认对，为对，就是这样的，是吧？就是其实就是首先我们总体来说平台不是做这个的，就是说我还是尝试在可能我看一下哪张图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张图可能是最好看一下。我们其实平台最大的是提供一个 infrastructure，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平台给了 agent 的一个 ID，就是给 agent 的一个护照或者是身份证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给 agent 的一个身份证和护照。然后这样的话，你是 build agent 或 build model 的人，你可以在上面 build 一个 agent 或 build 一个 service 就给 agent 的一个 service。然后这个 GPU 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给 agent 的 service。这是第一点，我们其实给他一个身份证，然后有身份证以后，你所有的 transaction，你比如说，像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随便看一个，就是比如说，因为这是一个 service agent，所以它实际上所有的 transaction 都被记录下来了，就是别人怎么使用它。所有的 transaction 都被记录下来，因为它所有的 transaction 都被记录下来，你实际上就是你 agent 里有自己的 ID 以后，你有 interaction history，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agent 进行一个评估，它是一个好的 agent。那大家 build agent 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个 agent 进行 interaction，因为它是一个好的 agent，它提供很好的 service，它的这个 dispute rate 非常低，就大家对它投诉率非常低，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会有对应的 trust score。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就是 agent，你可以 build 一个 spending，就是限制你花费，或者是帮助你就是对你花费进行限制的一个 contract。你比如说，我这个 demo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 show 啊，你可以认为说我比如说我 build 一个
spending guardrail，就是说我的 agent 不能乱花钱，一天可能只能花3次，然后每笔钱消费不能超过100块，超过100块需要我手动的批准，然后你的 agent 可以帮你做任何的 work，然后他如果就超过100块的 spending，他可能就找你批准这样子，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然后最后的话，很重要一点是，agent 和 agent 之间相互交互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 agreement。然后 agreement 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 agent 和另一个 agent 相互交互的时候，他会决定说，我比如说我 rental 一个 GPU，那我 GPU 必须是一直是 online available 的，我才付你100%的钱。如果你 GPU down 掉，我就要给你一个 discount，我可能只付你一半的钱，这样子。然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提供的平台是一个可编程的平台。那可编程的平台，你可以编程 agent to agent 之间它交互的这个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或者是一个 contract，你可以编成这个怎么样去就是 governance 这个 agent，让它不乱花钱。然后我们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2步，包括我们平台给所有的 agent 的一个 ID，然后就是帮助 agent 发现这些 service agent 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一步，因为不会有那么多 service agent，可能就几百个，你其实用一个 brute force 方式全部把它列出来都，其实我觉得一开始问题不大但是我们这块其实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 work，让它就是 match 一下，就是 intention，像你说的 match 一下 intention，找见一个对应的简单一个 service agent，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互联网发展的过程的话，可能到今年年底，整个市面上一共存在的 agent 就不到1000个，所以总体来说这个还不是一个大的需求，之后可能是个需求好，然后另外一位同学，对，您刚才可能部分回答了这位同学的疑问啊。这位同学问，之前问还没太听懂这个 Cat AI 提供了什么？是作为撮合平台，让算力提供方和需求方进行 GPU 算力租赁吗？它是个撮合平台，但不是说 GPU 的，就是不完全是 GPU 的。它可以是任何 service agent。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经常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GPU 有点像什么，就是 GPU 有点像什么呢？GPU 有点像石油，就是GPU 有点像这个汽油。GPU 有点像汽油，你需要汽油才能到达，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机场。我需要汽油，我到机场没问题。然后大模型、大语言模型有点像，发动机，就是发动机，你需要发动机才能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然后这是没问题。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只想到机场而已，我不管你用什么汽油，我不管你用什么发动机。所以 Cat AI 其实提供一个撮合平台，就是我们还是提供一个 infrastructure，一个基建，允许 agent 或者是 human 和 agent service 进行交互。然后我现在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是想让我的 agent 帮我打一个车，到机场。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就是我自己可以直接跟这个 service agent 交互，或者用我自己的 personal agent 和这个 service agent 交互。我其实不 care 它下面用了什么 GPU，GPU 有点像汽油，我根本不 care 它用什么 GPU，我也不 care 它用什么 model，model 有点像搭我去机场那个车的发动机，我也不 care，我其实不 care，只要它把我安全抵达就可以了。但是我比较 care 什么？它这个 service agent 给我提供了什么样的 service，它有没有准时把我送到，有没有准点把我送到，这个是我 care 的东西啊。OK，然后还有一位同学问，呃，哦，他是通过 AI 啊，他是通过 agent 让 agent 判断的，但啊，如他所说，这个 economic 是怎么设计的？就是GPU 啊，agent cat 互相怎么付费 monetize，所以 AI agent agent own 是一个 wallet 吗？通过 token 付费给 agent 执行任务吗？对的，Agent Own 是一个 wallet，Agent Own 是一个 wallet。实际上我们最新版本的Community 版本，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这是我们最新版本下载 roll out 的一个 Community 版本，就有2个 wallet，一个是 EUA wallet，一个是这个就是 Smart Contract wallet。然后比如说我刚才做这个的 inference 的时候，我做这个 inference call 或者我做这个 service call 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从我的这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 进行付费的。然后因为它是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 嘛，所以我其实这块有 session，我相当于是 EUA wallet，就是散了一个 session，然后 delegate 这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 说我给你多少钱，
在这个钱之内，你可以smart contract wallet 可以自动化，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否则的话，如果每个 inference call 我都要把它就是来花费的话，那我每个 inference call 我都要 sign 一下了。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就是我的 agent 其实同时，我的 agent 其实 own 的是这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我的 user own 的是这个 EOA wallet，它这中间有个 delegation 的关系。如果比如说我们去 Cat AI 这个上面看的话，如果看的话，其实刚才这个 call，就是一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 的 call。对，就是这里面就是就是还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两个 agent，两个 wallet，我 user own 一个 EOA wallet，然后我的 agent own 一个 smart contract wallet 啊。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对，然后还有一个同学问这个 AI agent 的法律责任由密钥持有人承担吗？还是由 AI agent 自己承担？如果密钥泄露了，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好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 level。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啊，但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但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相对来说，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的法律这块严一点，但是美国的话这块应该还没有立法，所以出问题的话可能可能就是没有对应的，现在还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这一说吧，所以出问题的话，如果不是你的责任的话，可能应该不是你的责任，我没想到这么到这个 level 还。OK，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学问啊，这个咱们 K 的 AI 目前部署在哪条链上？需要 wallet 才能使用吗？对，Cat AI 是在，就是 Cat AI 是一条自己独立的一个 Avalanche 的一个 L1，是自己独立的一个 L1。就是我们其实用到了一些 Avalanche 的一个 validator 的一些security，但是就是它提供 validator 提供一些这个就是额外的这个 decentralization 的保证和 security。但是 Cat AI 实际上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可以直接讲下一步了。Pad AI 实际上它自己是完全是为了 AI build 的一个 L1。我们实际上在每一层都进行了大量的优化。比如说在执行层面，我们实际上是把一些 inference call 的 receive 扔到这个 execution，就是扔到 execution layer 了，然后执行层面，然后在 settlement layer 我们是多了一些，就是这些 inference 的一些 verification。那比如说你怎么样证明你的这个 inference call 是通过这个 model 来的，你的 input output 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样证明它？我们是在 settlement layer 是提供了一些这个 verification，然后在 consensus layer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 proof AI。这个 proof AI 的话，就相当于是两件事情嘛。一件事情是我们把 Ethereum 其实每年分40亿美金给validator，就是40亿美金每天 每年 Ethereum 分给 validator，然后给了一个 million validator。我们现在的话是想说，这一个 million validator 是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其实觉得是想把其中90%的 reward 给这个 AI contributor。所以你比如说你在我们上面 build 一个 AI service 的话，我们想把90%的 reward，就我们自己生成的这个 reward 给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service agent 给你。然后另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 build 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 AI agent 使用的这个就是非常端到端的透明，列出来。比如说你这个 agent 可能用了，你这个 personal agent 可能用了这个 service agent 的整个一套这个 tool，然后每一步是怎么样使用的，然后每一步 deliver 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全部 break down 出来。当追责的时候，能准确的意识到哪一步出问题了，然后可能对应的 slash，然后把这个 slash 钱给了就是这个用户，因为用户其实承受了损失，然后甚至可能用户可以在上面买保险。我前两周跟就是 Eigenlayer Theorem 聊了一下，他们想在上面加一个保险的 service，所以他们其实也在做一个就是 agent 的一个 verification 和 agent insurance 这一部分 service。所以我就是这个还没有公开，但是Theorem 想在我们上面提供一个额外的一个保险的一个 service。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AI，就是 availability layer，要把所有的 AI computing 的 receive，加上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跟就是 EVM 不完全一样，就是我们保留了 EVM 的就是功能，同时把 AI compute 和 volume 变成一个 first class citizen，那真的把 AI 对应的 computation 加上去了，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就是我们这条线和其他线不一样的点，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的话，其实比如说我刚才做这个 inference call，我实际上是把整个 inference call 扔到 chat 上了。如果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个 demo，我实际上是把整个 inference call 的这个 receive 放到 chat 上。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对应的算出来这个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谁用了什么样的一个 inference，然后哪些人给他提供了 service，然后对应的 volume 是多少，对应的这个 compute 是多少，然后对应的钱怎么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breakdown。嗯，OK，我觉得这个回答了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好，那目前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啊，老师您可以继续了。对，好，正好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再授一个 live demo，然后把这个整个 PPT 讲完，我觉得可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完这个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总体来说就是 Cat AI 的话，实际上是嗯就是可能大家感觉还是有点抽象，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Hugging Face for Agent，就是我们尝试给让大家具象一点。就是一个 Hugging Face for Agent，因为 Hugging Face 其实更多的是给 model 和 data 的 provider，然后我们是一个 monetizable 的一个 Hugging Face for Agent，然后同时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 App Store，AI agent 的一个 App Store，就是我是一个 personal agent 或者是个 user，我过来以后看到一大堆 service agent，我可以去 interact，然后帮我满足这个需求，然后最后的话，因为它有 blockchain 属性，所以它也有对应的 DeFi 的 component。大家可以就是在上面 build DeFi 三件套啊，build bridge 啊，build swap 啊这些。但是总体来说，这些 bridge swap 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 serve AI agent builder。其实最后还是 AI agent builder 是直接面向用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 crypto developer 可能是整个 AI developer 的1%吧，我觉得可能是1%，可能甚至更少。AI developer 是100倍于 crypto developer。我们这个 target 其实整个 target 还是一个 AI developer，所以想把整个 blockchain 这个 infra 这块 abstract away，就是把它抽象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如果是个 AI developer，我们还在 build 这块的话，如果是个 AI developer 的话，它可以完全不知道下面有 blockchain 的 component。那作为一个 blockchain builder 的话，你能给 AI developer 提供什么样的 value 呢？或者是就是你能跟整个 ecosystem 提供什么 value 呢？比如说这个 DID 是一个比较大的点，就是说我怎么样 build 一个就是说一个 ID 控制，就比如说我这个 agent，我 human 怎么样控制一个 tier agent，这是一部分，就是 DID 是明显是一部分能做的。然后你可以 build service level agreement，因为很多 AI builder 他可能不会 build smart contract，那你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有各种的就是这个 smart contract 需求，就是说它这个比如说我提供这个 AI agent service，它要满足什么需求，能对应提供什么样的 service，然后它对应的 agreement 什么样子的这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AI agent 的这个 spending rule 的 government，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你要给一个 agent 一个 smart contract 来 govern 它怎么样 spending 是吧？你比如说一天 spend 一次，然后一次不能超过多少钱，这个其实也对应的很多的 code。这个也是个破关宝平台，也有很多的 contract 在上面 build，所以这个是一个潜在的方向可以 build。对，这个我们基本上全讲过了。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实际上，大概3个月前那是测试网页，我们测试网页的话，应该在下周应该结束了。然后，其实有超过700万的用户和1.2个 billion 的 agent call，这个是我们的 focus，就是多少人真正做了 inference call。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块儿加入我们的 Cat AI 的这个 Twitter 或者 Telegram，Discord，从这角来讲，对，然后就是大家在 presentation 这块有什么问题吗？对，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再发到留言区啊，或者您直接开麦也可以。你好，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就是现在 Cat AI 作为一个这个 agent 的一个 portal 来看的话，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现在的 agent 如果部署在 Cat AI 上，实际上大部分的这种 agent 现在用的都是这种闭源的模型，比如说像用的 OpenAI 的这种服务，那它的这个计算实际上是不是 Cat AI 能够提供的。那这个东西我它怎么去结合到你们平台上去呢？对，就是您问的非常好，我们不提供 agent 部署的 service，我们也不提供 GPU 的 service，就是我们只做
就是您可以认为是我们只做这个结算层，就是结算层，然后我们只做注册和结算层，然后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其实嗯。就是我想想怎么解释啊，嗯，我尝试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就是你可以认为我们就是 Amazon 或者是阿里，我对国内平台不是特别熟，淘宝或阿里这种天猫这种平台，然后就是说我们提供的就是让商家注册，然后商家交保释金，然后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个 service，我们提供是底下那 infra 那层。甚至就是您可以认为，如果是京东的话，是不是还有个 delivery，就是有一个就是送货这个，我们提供英法这层，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双边市场，嗯，就是双边市场，左边是用户，右边是这个提供服务的商家啊，从这角来讲，但是我们不负责，我们不负责 GPU，我们不负责 agent model，我们不负责，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个 GPU 就是 GPU 有点像。就是我要去打，就是一个汽油什么的，或者是一个发动机，我们不提供这个，我们只提供一个撮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把自己叫做经济层，就是 AI agent 的经济层。我不知道这个解决到问题没有？就是你实际上需要在上面注册，你需要加一定的保释金，然后你需要提供你给客户服务的这个 contract，但是我们不提供 GPU，我们不提供 inference 啊。那您刚才的这个 PPT 里头，实际上有一个叫计算的这么一个层，然后还列出来了像 GPU，就是您刚刚这个图里头也有 GPU 这些东西。对，那这些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好问题，好问题。这个目的是啥？就是因为 GPU service 这个是非常好，就是 GPU service 是就是说这时候就到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走向市场了？我们现在聊的时候，GPU service 是一个比较大的需求，因为 GPU service 比较就是需求比较强烈，然后 AI agent builder 是比较强烈，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一点。然后但是您可以认为之后的话。就是之后的话，整个这个都是 service 层，就是 agent service 层。那 agent service 层，就是它 GPU 还是会其中比较大的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 agent service 层了啊，我们可能就不把它单独列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跟 AI builder 聊，就是跟真正 build AI builder 聊，GPU 还是很强的一层需求，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一点。我们现在 go to market 总体来说强调几点，就是我们有明显强需求的，data 是有一个很强需求的，因为确实很多人对这个 data 想把 data 出售，并且 agent builder 需要 data，从这角度来讲，所以data 是很强的一层，GPU 是很强的一层，因为很多人去需要 GPU 做这个 model inference。这是很强需求一层，是我们把两个单独列出来了。但是您可以认为之后这个整个都是 service 层啊，好的，好的。那可能因对，为是有一些这个 agent 的服务的，它需要一些它自己定制的一些这种模型，或者自己训练的一些小的模型，然后呢结合那种通用的大模型一起，然后去提供服务，所以他对的，们有对的，这种需求。对的。现在的 agent builder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需求，也是跟着时间变的。现在大家还 care GPU，还 care model。实际上我这个 local build agent 就是这个 agent 它能帮我做大量事情。我就是说，他基本上我基本上交给他做的事情都能帮我做了。然后比如说我还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让他帮我点个早餐，帮我做了。但实际上我试了不同的 model，比如说 OpenAI 的 model、Anthropic model，然后包括 Local Run 的一个 DeepSeek model 加这个 Llama model，它都能满足需求，它都足够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还 care 这个 agent，但我觉得之后是一定不 care 这个，就是用哪个 model 的，就是用哪个 model 用哪个 GPU 的，我觉得这都太底层了。有多少人真正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现在还就是如果2年后、3年后、5年后，有多少人真正 care 用哪个 GPU、用哪个 model，这个帮他解决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完全没必要管我在用哪个 GPU，我在用哪个 model，是吧？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需求的。好的，谢谢。对，哦，对，这个刚才那个 demo 没有跑完，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我让他帮我去点，我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让他帮我去点麦当劳，然后你看他基本上100%东西可以自己解决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对，有一位同学啊提交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在注意到您最开始演示的时候啊，在命令行当中啊输入了一段提示词进行交流，所以交流过程是聊天形式的啊。如果用户这个表述混乱，然后无法提取到足够的信息的话，那是需要进行多轮对话，直到提取到足够的信息吗？那既然是区块链，会不会有这个区块回滚？好问题。嗯，就首先它是两个问题啊，它是聊天形式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我自己 build 的一个东西，就是所有东西都本地跑的，我这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 audio 是吧？Help me search, help me search type AI activity 啊，它这个 audio 也是 work 的，我实际上它没有录完，它就是只有一个 help me search 的这部分。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把它 build 成一个 service，因为大家都是 developer，知道就是 build 成一个 service 也可以很好，也可以很方便。你 build 成一个对话的形式也可以。那从某种角度来讲，你可能比如说，这个就相当于 agent 把它更成熟变成一个对话的形式也可以。就是这个都是可以 build 的，就是这个形式是，大家可以根据就是 agent builder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build。但是我自己是个 infra builder，我其实一直是 build，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其实过去15年一直 build foundational data infra 和 AI infra，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直接面向用户，我其实一直想的是怎么样 build 一个 scalable 的 infra 能支持，就是 app builder 和 agent builder，所以就是这个交互形式可能是多样的，可能它变成一个 web service，可能是一个对话框，我觉得对话框可能是个最合理的形式，甚至可能是像那个，就是 Jarvis，其实我把它命名叫 Jarvis，是那个就是 Iron Man 里面那个 personal assistant 嘛，就是个人助手。也有可能是这个 Alexa 是吧？Amazon 的 Alexa 这种都是多变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它是就是一个，比如说对话的，它这个几步的话，它怎么防止回滚？嗯总体来说，这个因为我们在 Avalanche 上 build，Avalanche 的话，finality 是大概是个1秒左右，所以就比如说像这种几轮对话的话，它每一轮对话，它其实是一个对应的一个 transaction，然后这个结束了以后，就是它不像 Ethereum 的话，在一个 epoch 里面应该是可以回滚的，就是相当于12分钟到15分钟是可以回滚的。在 Avalanche 的话，finality 1秒左右，所以它这个1秒之后就没法回滚了。啊。我们是在 Avalanche 上进的 customization，保留了 Avalanche EVM 这部分，然后同时对 AI 的部分进行了一些额外的 customization。OK，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啊，可以开麦或者您在评论区啊留言都可以。您在评论区留言呢，就先敲个一啊，让我们知道你真的要留言了。再等5秒钟的时间吧。OK，那目前没有什么疑问了啊。那老师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你看。对，我们现在实际上在找这个就是找最好的 service provider agent service provider。实际上比如说 Bitmind 是BitTensor 上最大的一个subnet，然后 BT 的话是在这个 Near 上最大的一个 agent builder，然后他们实际上都迁徙到我们上面了，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提供了专门对 AI inference cloud 进行了一些额外的优化这些。然后我看到刚才有个人问题说，这个不能在 EVM 或 Ethereum build 吗？就是几点吧，就是现在的话，这个 traffic 其实已经不能在上面 build 了。就是我只说一点，我们其实上面做了就是多点。首先，我们对于整个 AI inference cloud、AI agent inference cloud 做了大量的优化，让它能更轻松的让 agent builder 能更轻松地 build。然后包括这个 ID，就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 ID 这部分，就是这个像这个的话，其实我控制的 EUA ID address，然后 agent 控制 smart contract address，我们这块进行了大量的优化，然后能大量的这个 customization，然后其次我们要给 agent builder90%的这个 block reward，就是 redirect90%block reward 给 agent builder，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incentive 这方面。然后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 AI network，它的 traffic 就是一般的这个 agent 撑不住了。如果大家看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的话，可能就有200多秒的 inference call per second，在高峰的时候差不多有500的 inference call per second。
就是这个 call 其实是以太坊已经支持不了的一个 call，这个 traffic 其实以太坊是完全支持不了的，就是多方面原因，这个不可能在现有的这个 blockchain 上 build 啊。OK，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哦，在我终于能看到聊天了。啊，对了，正好老师您也可以看一下问题。嗯，agent provider 收入水平大概什么样子的？我不能保证，但是，这个跟买比特币一样的，说实话，就是肯定是一开始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不能保证，就是说，这块收入大概什么样子。我们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在接下来半年想 onboard 越来越多，尤其是就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 agent builder。一开始的话，就是可能收入会非常非常高，但之后的话，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相互竞争。从这角来讲，对。OK，再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啊，对，大家可以开麦或者敲个一啊。老师，老师能听见吗？能听见。哦，就这样，我想就是从一个用户权益的角度去问一个问题，你就是现在是我想就是说，呃，就是我给你这边提一个问题吧，你这边 AA 只会组合帮我回答嘛？那如果我给了一个就是可能你现在这些语料库这些都没怎么涉及到的问题，比如说像 Rust 的一些高阶的运用。啊，这种如果是这种你问其他 AI 的话，它很多可能都是有可能会跟你瞎回答，然后还把对，对的，代码对的。给贴出来。但是你们这边会不会规避一下，就是说确定它就是这个可靠性有多少？然后你这个扣费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用户不满意你的回答？就是说你确实是回答，但是其实你那个结果是没有价值的。已读乱回啊，对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一些大的 service provider 感兴趣跟我们合作呢？像比如说像我不是说就是 Uber 的 Hello AI 是之前我的同事嘛，大家感兴趣合作，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们要 build 一个 agent，那怎么样减少它 liability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减少他们责任，从这角来讲，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可能之后一直得不到解决，不能得到100%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几方面的原因吧。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个 end-to-end 端到端透明的一个 verification 这个流程。大家能 verify 说它真的出问题或真的没有出问题，是谁的责任，能非常明确的鉴定到。那比如说最后像你说的，我就是用了 OpenAI 最新的就是 full model，然后最新的 model，然后我的 input 和 output 都没有问题，那这个责任不在我，这个责任在 OpenAI 是吧？它已读乱回，责任在 OpenAI。这样的话能规避一些给 agent builder 的责任。然后呢，user 来讲的话，他可以选择去起诉 OpenAI 是吧？因为他可能真的遭受了很大损失，或者他可以选择去买一个 insurance，保证他自己不出现责任是吧？就两个都可以。所以说就是但是 insurance 也基于你过去 agent 这个回答历史，你的 agent 比如说他过去出错概率非常低，那你可能 agent 的 insurance rate 就比较低。你的 agent 过去出错概率非常高，那你 insurance rate 也比较高。那整个都基于在 agent 的个人信用上面的，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这个基建层，然后首先让 agent 有自己的 ID，然后能 build 自己的信用，然后在上面的话，才剩下的一步一步才能 build 起来。好的。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看到了，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可以慢慢看到整个 AI 的快速进展，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整个 AI 这一次发展浪潮就是在硅谷，美国就是硅谷这一块儿，就是旧金山硅谷这一块儿，然后国内的话其实有很多企业出来，包括 DeepSeek 啊，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杭州不是有6小龙。然后还有这些机器人方面的，还有这些就是 agent 方面，比如 Manas 这种的，就是挺多出来的。然后其实就集中在这个，然后我觉得硅谷这边可能更多是前沿的这些研究，就是说就比如说对于这个 OpenAI、Anthropic 啊这些更前沿的 Cloud 这些更前沿的研究，
然后包括 Google 的 DeepMind，就是 agent 的变化还是会引领接下来10年、15年的一个最大的发展的。然后这个 agent builder 会越来越多。然后之后的话，我觉得这个变化之后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嗯，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讲，agent 承包了99%的工作或95%的工作是由 agent 来做的。那作为一个 developer，那就是作为一个 developer，当然我是非常兴奋，我感觉就是重回1993年是吧？就是互联网浪潮，这个并且比互联网浪潮要快很多。因为当时的互联网浪潮，很多人不理解互联网是什么。那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这个 AI agent 是什么，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就能看到 AI agent 有多么聪明了。所以这个 adoption，我觉得1年100倍、10倍，可能还有点低估啊，就可能真的是1年1000倍这种速度发展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在里面提供一个 agent service 给用户，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啊。这个 Echo 同学，您敲了一个一，您是要哦，我看到说已读乱回是属于大模型幻觉问题，可以用规则来解决。啊、啊、我不赞同啊，我不赞同啊，就是说，对，就是我不赞同这个问题，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就是说，很多人说 AI 100%的时间都在幻觉，它只是90%时间幻觉对了而已。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有趣一点。就是 AI 100%的时间都在幻觉，它只是90%。就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 AI agent model，只是90%时间幻觉对了而已。就是 AI 幻觉问题是不可能被解决的，但是你可以把它变得一个很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从这角度来讲，最近的话，因为我们宋教授是我们的那个advisor，党宋最近开了一门课叫 AI agent 的，就是 AI agent 的一个，就是 advanced AI agent 的一个，就 Berkeley 开了一个教授，就是这个 AI agent 的一个课程。然后他们里面提供了很多 technique 来解决，有很多种技巧来解决，但是基本上现在很难解决到90%以上的，基本都是90%、95%左右。我看另一个问题是说 Gadrail 是谁负责？比如一些敏感问题，平台负责审核吗？我们平台不负责审核。嗯，我们平台不负责审核，所以我们平台可能不，我们可能不 target 大陆用户啊，就是说跟大陆相关的用户，我们可能不 target。再给大家你好，我5秒钟。有一个问题，OK，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每一个用户做了一次需求提交的时候，他会根据 agent 去提交一笔交易到链上嘛？那么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说我提着交易，然后我发现我走偏了，或者说就是说我的识别和我的用户其实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嘛？就是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有？或者说如果有的话，那怎么解决？你是指 agent 提供的 service 和用户有差别，用户需求的 service 有差别是吧？对，那我觉得这个还是 agent builder 的话，可能要不停的，就是你可能做 prompt engineering，不停的审视自己有没有满足用户的这个需求。你可能对应的话，可能要介入些人工，可能介入些人工，或者是你可能得，看情况的话，就直接说这个，推荐用户就是说重新开始一个 session 啊，这样，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 build agent 的一个问题。我现在看到常见的就是一些 service 还是要介入人工的，就相当于比如说我做一个无人驾驶车，我开到一个死胡同里面，我不会处理了，那可能要对应的进入人工。我觉得进入人工是个更合理的一个解决方式。OK，那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行，那就我正好这个分享这个屏幕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好这个 Avalanche 呢开发训练营正在报名当中啊，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扫描这屏幕上方一个二维码报名课程。然后想进这个 Avalanche 课程群的同学啊，或者您想咨询一下课程啊，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小助手啊，扫这个右上方的第2个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咱们 Scott 老师啊。然后另外，如果大家想跟 Scott 老师继续再聊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对接啊。对，然后对，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深度参与。然后本次呢，也是咱们这个 workshop 系列的最后一场啊。如果大家想回顾之前的这些内容呢，您可以关注 Tinderland 的 YouTube 或者 B 站。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啊！咱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感谢老师。好，感谢感谢。